最近呢，台湾股市创下24000多点的历史新高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呢？如果呢跟我年纪差不多的，应该都知道，其实在1980年代，我们都说台湾级银卡吧。当时呢，台股的高点是12682，数字听起来还好。那我换一种说法好了，价值9万多元的人头马路13百兰地，一个晚上呢是可以开掉100多坪。而中午股市休市之后呢，8000元一克的牛排是散户们的日常，因为当时呢，你只要闭着眼睛设飞镖来选股票，平均就会有 8.5% 的月回报率。如果大胆一点呢，月的投报率可以达到15到20%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要5个月，财富就可以翻倍了。在这个疯狂的年代，也让台湾籍银卡巴这句话呢，来到了当年的高潮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当年台湾是如何全民疯股票的。时间来到1989年的6月19号，也就是8964天安门事件过后的第15天，台股指数正式冲破1万点，来到了10013点。当时呢，每天股市开盘之后10点半就会出现所有股票全面涨停的局面，等于是交易全部停摆，而投资人呢都提早出场，营业员也热得清闲。当时呢，你随便买股票都可以赚上一大笔，花起钱来当然一点都不会手软咯。宾士车全年的销售量呢是超过3000台，市占率是全球第2。那时候最受欢迎的宠物呢是一条好几十万元的红龙。当年一尾15到30公分的仔鱼呢进口到台湾成本是2万到6万元，而卖出的价钱呢是成本的2倍甚至于3倍。还有呢，身价达到100万元的雪红龙更是一尾难求。不养鱼的女性散户呢，只是排着队买着一件数十万元的貂皮大衣，吃着1克1万5的鲍鱼套餐，甚至呢有人花了3万6来吃1克熊掌。晚上呢就是去酒廊喝酒，以前叫做酒廊，现在叫做酒店。当时呢有2家高消费的酒家，花中花跟大富豪。有人用一叠一叠的钞票来垫桌角，而有的人则是给小费，是牵着5万10万的支票。当时呢，真的是纸醉金迷，而股市呢，就像一个赌局，几乎全民参与。中华民国 Republic China 也被国外的媒体称为 Republic of Casino。台湾在1951年到1987年平均年经济成长率为 9%， 而且连续40年，因此呢，成为了亚洲4小龙之一。1980年初，第2次石油危机落幕之后，台湾出口在5年之间，也就是1982到1987，成长了 141%。在出口前景一片乐观之际呢，股市也开始热络。1986年底，股价指数首度升破1000点，隔年也就是1987年的8月，已经来到了2000点，而9月则是跨过了3000点，直到了1988年的9月，竟然已经达到了8000点。股市在3年之内呢，就由1000点直奔1万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首先呢，外汇管制的解除，让台币对美元从1985年的40元一路升值，直到1992年的24.52元才告一段落。为了降低台币升值的压力呢，央行采取了新台币汇率缓幅升值的策略。1元美元对新台币由1985年的39.8元小幅升值到1986年的35.5元。结果呢，这反而刺激了市场更强的升值预期心理。不仅台湾民众呢纷纷抛售美元，国际热钱这个时候也源源的涌进台湾。1985年的时候呢，上市公司只有127家，证券户仅有40万人。但是到了1990年，上市公司却增为199家，开户投资人却高达了503万户，占台湾15岁以上人口的1/3。炒股因此成为了全民运动。大量的资金呢，加上台湾人满手的现金，让股市不断的推升。当年股市的涨停板就是 5%， 一开盘大部分的股票都直接涨停锁死，根本不用做什么研究，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基本面。有的散户呢买进葡萄王，还以为他买到了是卖水果的公司，还有人呢跑去跟营业员说他要买3商银，结果涨停买不到了。没想到呢，他改买3商行也照样涨停。
正是因为这么好赚，所以台湾股市每日的平均交易量也从不足1000万美元飙升到最高56亿美元。当日的最高成交量大约是76亿美元，交易量等于当时的纽约证交所跟东京证交所的总和。当时呢，股王叫国泰人寿，现在呢叫国泰金控，于1989年的6月22号就曾创下每股1975元的天价。这个要在24年后才会被大立光所追上。再举个例子，中国国际商银 ICBC 在泡沫最高峰的总市值等于美国5大银行的总市值，包括了摩根大通、美洲银行、富国银行等，但是净利润只有美国5大银行的5%。庞大的每日交易量不单单是靠着膨胀的市值，还有高转手率也是一个推手。表现出当时的台湾呢，是一个只抢短线、投机风气非常严重，甚至高达90%的交易量都是由散户创造的。不像现在台湾股市主要是法人跟外资主导，在那个年代呢，是主力做手的年代。除了在市场呼风唤雨的4大天王之外呢，雅聚城、益航城、樱花章、大稻埕黄，还有医生帮、嘉应帮等数不清的主力做手。股市里什么帮都有。在这些主力的操盘之下呢，星级毛纺曾经出现连续22只无量涨停的涨停板，六福发展呢也曾经连续19只的涨停板，使得这家公司的市值达到8.3亿美元。当时超过了纽约广场酒店、香港文华东方跟曼谷东方这3家世界一流酒店的市值总和。当时呢，所有的散户就是每天打电话探听主力的外围动向，买就对了，反正就是会涨停板。就在台股崩盘前的1989年，台股平均的本益比高达1000倍，而当时呢，同全球的其他多数国家股市本益比都在20倍以下。终于，政府决定出手干预。1988年7月，郭婉容被李登辉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。为了压抑股市泡沫，郭婉容提出了4年起，也就是1989年起要开始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，也就是证所税的政策。结果呢，重挫股市，台股无量下跌19天，最低呢回落到4873点，引起股民的上街抗议，包围财政部以及郭婉容的官邸。而民意代表呢也出面声援，要政府负责。国民党为了次年立委的选举考量，宣布不开征证所税，股市呢重新狂飙，并且呢在1990年的2月创下了12682点的历史高点。不过呢，这已经是股市泡沫的最后一里路了，因为呢，早在1989年的10月，台湾不再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，台币呢因此停止升值，而热钱也开始流出。随着日本股市在1990年1月创下历史的高点后往下急流，台湾股市也在2月创下历史高点后狂泻。再碰上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，波斯湾战争爆发，油价上涨，到了10月已经跌到了2485点，也让台湾及英卡邦的疯狂年代正式的画下了一个句点。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于那个股市的疯狂年代，是不是还有记得更多疯狂的事件呢？欢迎留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林 P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